士兵在戰鬥中陣亡後，其作戰裝備會如何處理？是直接就地銷毀，還是配發給下一名士兵接着用？通常，軍隊後勤資產負債表上，士兵陣亡後的所有物品會劃分成2大類：個人、私人物品和公發生存與作戰物資。個人私人物品比較好理解，比如手錶、結婚戒指、信件、錢包，甚至是士兵生前自發購買的物品。這些東西一般在士兵陣亡後都會移交給家屬。而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公發生存與作戰物資如何處理。在激烈的戰鬥中，士兵倒下後，只要戰況允許，身邊的戰友或隨軍醫護兵在確認其陣亡後，首先要做的並不是原地哀悼，而是迅速解除其身上的高危與高戰術價值物資，主要是剩餘彈藥與爆炸物，包括彈匣裡的子彈、掛在戰術背心上的手榴彈。這些物資會立即按火線再分配原則分發給彈藥告急的生還隊員，直接轉化為現場的即時戰鬥力。緊接着拿走戰術通信設備與密碼模塊，這些必須在第一時間內清空密鑰或由通信官回收，防止落入敌手，導致全戰區通訊網絡癱瘓。而當陣亡士兵的遺體被戰術裹屍袋封裝並轉移到後方的戰死者收集點後，更加系統化的裝備分級與去向審查便全面展開。在這個階段，後勤軍官和軍械專家會像法医切片一樣，將士兵身上的裝備按照損傷程度、敏感等級和生物污染狀況嚴格劃分為4小類，如銷毀類、維修翻新再入庫類、技術調查類以及特殊敏感回收類。首先是銷毀類，什麼裝備必須銷毀？通常是那些沾染嚴重生物危害且無法徹底無害化處理的消耗性軟質裝備，以及結構性失效的防護裝備，比如陣亡士兵身上浸透大量血液、體液或被化學毒劑污染的戰術作戰服、內襯、手套和作戰靴。這些物品如果無法通過工業級高溫高壓去污，出於生物安全和防疫規定，後勤部门會直接送入野戰焚化爐，或按照危險廢物徹底深埋銷毀。其次是防彈裝備，如果一名士兵身穿插板防彈衣或高切防彈頭盔，在戰鬥中被子彈擊中或被彈片貫穿，哪怕外觀看起來只破了一個小洞，這塊陶瓷防彈插板就已經失去了2次抵禦彈擊的能力。這種防彈板絕不允許修補後繼續使用，後勤軍械員會直接用液壓機壓毀或電鋸切斷，徹底做報廢處理，防止有殘次防彈品流入二手市场或被誤發給其他士兵。第二類則是維修翻新再入庫類，比如士兵佩戴的戰術導軌、頭盔外殼、戰術背心、尼龍斜行具、光學瞄準鏡、激光紅外指示器、單兵夜視儀以及武器。一支從陣亡士兵身邊收回的步槍絕不會因為原主人犧牲而退役封存，這類武器通常會被送往旅級或戰區級軍械維修連，由專業軍械室進行超聲波深度清洗、除鏽、全槍無損探傷檢測，更換磨損的機針、附近簧和槍管，重新校準射擊精度，並噴塗防鏽塗層。完成以上操作後，這支步槍會重新打上軍械庫，檢查合格印戳，作為戰備周轉庫存重新入庫，並在下一次新兵補充或戰損補充時分發到下一位戰士的手中。第三類則是技術調查類，在很多高烈度衝突中，陣亡士兵身上的特定裝備不僅是物資，更是重要的反思樣本。當士兵遭遇新型敌方武器襲擊陣亡時，這些遭受致命打擊的防彈裝具、頭盔碎片，甚至被炸爛的單兵裝具，會被戰地情報與工程調查組列為最高優先級的物證。它們不會被銷毀，也不會被洗滌，而是被密封在特制取證箱中，直接運送至國家最高級別的軍事科研機構。科研人員和防彈材料專家會用 X 光 CT 斷層掃描、彈道顯微鏡分析、彈坑清澈深度、計算破片、衰減動能，以此評估現有防彈材料的極限，並在幾個月後轉化為下一代防彈插板、防破片、戰術背心或吸能頭盔內襯的技術改進參數。第四類則是特殊敏感回收類，如果陣亡的是特戰隊員，他們身上攜帶的很多裝備屬於非標準公发物資，甚至是處於原型測試階段的物資。這類裝備如果損壞且在撤離時面臨被俘獲的風險，生還隊友必須執行緊急就地破壞程序。如果成功回收，則由特種作戰司令部的專屬後勤軍官全程押運，閉環運回本土特戰基地，嚴禁任何常規後勤人員或第三方接觸。所以你現在知道怎麼處理了嗎？